嗨，大家好，我是许玉英，我弹爵士钢琴，我也做流行的编曲，还有录音，也有一些跨界的创作。我就是小学的时候是古典音乐班，然后那时候我的主修是钢琴，然后有第二副修是中提琴，所以其实也非常喜欢弦乐，就是弦乐四重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非常迷人。小学的训练就是非常的扎实，对我们那个时候音乐班就是，我记得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去学校都要练琴，就是你要去抢琴房，然后可能我都比较晚到，所以我都没得选择，我就是用教室的钢琴，但是我们其实楼上是有琴房的，所以你是可以有的是平台钢琴啊什么，你可以选择。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可能我音感不错，就是以前老师弹比如说他会这样压下去，但是我是可以背对着他，就是从低音到高音一个一个说出来，这样听力比较不错，帮了我很多忙。然后之后国中、高中就没有继续。国中大家都念过国中，就是有那个合唱比赛吧，钢琴弹得比较好的，就是因为小学是音乐班，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合唱比赛，也是去伴奏或什么。可是高中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跳舞，我是舞蹈社。我觉得我所有的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小时候有那段训练。节奏跟舞步啊，跟律动这部分，就是反正我觉得每一步都很像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存了一笔钱，然后到你长大的时候突然可以用这笔钱的那种感觉。你讲的那个问题，我在刚开始就是之前比较还有在教学的时候，在一些古典乐音乐系的学生上面会比较发现这些问题，他们对于即兴可能比较难走出这个第一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谱上没有写，或者说我弹是很怕会弹错，很怕会错误这样。那我的方式可能就鼓励啊，你要先放下这些就让你很害怕的东西，你要先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会建议他们，其实我都会先建议一定要听非常多的音乐，因为我觉得你喜欢爵士乐或古典乐或是任何的曲风，你一定要对这音乐有基本的了解跟认识，就是一定要大量的听。我觉得你就是一直听，然后听的东西慢慢的，其实它会到你的血液里面。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因缘际会接触到爵士乐，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纽约念爵士乐。就是那时候我去师大路的蓝调台北 Blue Note， 然后去听音乐，然后就发现，为什么老师们就是一张乐谱，一张 A4 的纸，然后可以弹，可能可以6分钟演奏，然后大家就是幸福的微笑，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幸福，但是大家就是很开心这样，然后中间就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可能鼓手就会 solo 什么。可是那时候对于一个完全不懂爵士乐是什么的人来说，就是觉得怎么可以全部一起停止，然后全部又一起 play， 然后就是很快乐，然后都即兴这样子。所以那天一听完演出，我就直接问老师说，老师有在教爵士钢琴吗？然后老师就说有，然后我就开始我的爵士钢琴学习之路。纽约学爵士的时候开始创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要交作业，就是会，例如说教了一些和声的进行，利用这个和声，或者说全部用major 7 sharp 5或什么，它会有一个声音。也许这首曲子我们都用这个和声去尝试，然后做一首曲子。然后或者说我们有上就是比较进阶的一个节奏的课，那节奏课可能就是开始接触5拍的音乐啊，7拍或11拍、15拍。上了几次课，老师会说那我们用这样的节奏去做一个曲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其实从交作业，然后开始慢慢创作，然后就也写出一个兴趣来。在爵士乐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的学的一个方式叫 transcribe 其实就是听写下来，其实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听一首爵士乐的曲子，然后中间有钢琴的 solo 跟即兴，我就把它全部抓下来。有的老师会跟你说一定要写下来，有的老师说绝对不能写下来。写下来的那一派是说，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分析，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边即兴是怎么样的方式，然后你下次可能可以用类似的，或者说你要转 key 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分析，有一个大概有个地图。坚决要你不能写下来的那一派，他就会说，就是你写下来之后，你就会照着谱看，那你就有点像古典乐照着谱在弹。他说你一定要听的，然后听到滚瓜烂熟，就是很像你去模仿这个法文，如果是在学法文的那个发音的话，就是完全去学那个发音，然后它的轻重音哪一颗是重的，哪一颗是轻的，就是你去用听的，然后去
全部背下来。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就是我记得那一堂课1个小时吧，我们处理了2小节，1个小节可能花了30分钟，1个小节就是4个8分音符嘛，或是如果有4、6分音符，或是有一点装饰或什么，反正他不断的问我说哪一颗音是长的，哪一颗音是短的，这个比较重吗？你要不要再听一次？你确定是这样吗？前面的比较轻还是前面比较重？他现在弹过来是圆滑还是他现在是短的？这4个8分音符他是怎么连？就是他的语气是怎么样？他就是要我弹的完全一模一样，我记得非常的痛苦，但是收获非常大。其实我对于音色了解，其实是从我做最近的专辑才开始，《In the Cave》这一张，就是2023年跟陈杰还有林伟忠一起制作的这个专辑，让我对音色这件事情彻底有了新的理解。应该是说我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当然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电子的声音，但是其实就是很基本的在 Logic 上面找到一些 plugin， 就是 preset 的东西，然后去使用，然后也觉得不是那么好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在我还没更深入了解合成器之前，我有1、2个 project，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还跟例如说混音或者制作人说，我觉得这一段东西我的内容就是这样，那可是你有更好的音色，你可以帮我换。那他就会说啊，我是可以试试看换音色，可是换音色之后，那个 MIDI notes 的 velocity 又会都跳掉，会不一样，他要重修什么什么的。我说那试试看，我说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音色我说不出来哪里怪，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很扁平，或是不够层次不够丰富，或是但是以我当时的思考方式或是当时的理解，我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更进一步。那如果我们有 deadline， 我们要教我不可能，我没办法花，就是我们不够时间让我去研究这东西。然后是做了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陈杰跟林伟忠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因为像陈杰开始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会问他说，这个这样子弹 OK 吗？或者什么？那他是说，其实可是很多东西是他觉得好不好，是因为音色已经在考虑进去了。就说对他来讲，他听到的不是这个音乐好，这个 bass line 很好听，而是因为他音色用得好，所以整个东西成立。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讨论让我意识到说，这音色的决定其实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而不是说像我之前那样我做好，然后你去换音色。bass line 可能就会留给贝斯手自己去，例如说，也许我编曲，然后陈杰，例如说例如说我编钢琴或什么，那陈杰可能继续编贝斯部分，那我就会跟他说，那我的贝斯你就当参考，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去用更棒的音色，然后更符合贝斯的痛吗？更符合贝斯的，对，他就会去重新去做。你知道有一句话就是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吗？那 I didn't know，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我知道说那个差异之后，我可能更会我就会留给专业的人，所以我会变成说，一开始就会把音色考虑在里面。对，这算是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卡带内容跟卡带 jam 会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之前做音乐的主要的方式。爵士乐的背景吧，就是会一直每一次即兴都要不一样。我的钢琴的动机是从那个 In the Cave 专辑里的这个晚上的萤火舞，就是这个听起来跟专辑是不一样的，就是用电子的声响做了一些同一个 key 的爬音，然后后面还是有那个就是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没有那么明确分野拍点的纠缠不清的一个状态。比较有趣，或是我能想到，应该就是因为我给了一个比较没有真的固定拍点、比较流动的鼓的声音嘛。然后其实钢琴的也是不是在固定拍子啊？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打破一些他们的思考，因为我想别人的 beat 应该都蛮准的，我的比较游走在中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他们会怎么使用，蛮想听学生们用了之后会怎么样。